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厄运酒馆，我是孙二娘。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，可以说是百年不遇。为什么呢？人家说蛇无头不行，但人被爆头后还能活下来的，你们见过吗？喜欢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，请大家给我们按赞、订阅、评论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或许啊，你觉得这种人肯定是上辈子积了老德了，绝对是老天认为他命不该绝，说不定是有什么冤情。俗话说，正义它会迟到，但却不会缺席，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恶人。这个被执行枪决的人可不是被冤枉的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事情啊，要从2005年说起。黑龙江省方镇县出现了诡异的一幕，一具女囚犯的尸体在要火化的时候竟然复活坐了起来，嘴里还哭喊着发出古怪的声音，难道真的是诈尸了吗？2005年4月1号上午，一辆法院的车子缓缓驶出，车上坐的正是女死囚毕丽梅。来到刑场后，毕丽梅艰难地下了车，她脸色苍白，步履蹒跚，似乎连风都能把她吹倒。她内心的绝望更是无以言表，她后悔当初为何犯下如此重罪。而此时此刻，在刑场的警戒线之外，又是另一番景象，当地人都挤满了现场，他们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想看看这位22岁的美女死刑犯毕丽梅的悲惨结局。直到上午11点左右，人们期待的枪决正式开始。只见毕丽梅被拖进了刑场，她的眼神早已空洞无光，扑通一声就瘫倒在地。当一切准备就绪，一声枪响，毕丽梅倒了下来，流出的血像是在地上开出一朵朵花。本来热闹的人群也瞬间安静，只能听到受害者老母亲的哭喊。枪刑结束，法医赶上前，匆忙地检查了一下，便宣布了死亡。很快啊，毕丽梅就被拉到了火葬场准备火葬。因为是死刑犯，火葬和普通人有了差别，送进焚尸间之前是要给尸体修补一下的。没想到就在这个环节出了变故，工作人员掀开蒙在她身上的白布，正准备上去修补呢，毕丽梅却猛地把眼睛睁开，这可把工作人员吓了一跳，一下子跌倒在地，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，嘴里还叫喊着活了活了。听到这吓人的事情，在场的人恐慌至极，就连毕丽梅的家属都不敢靠近，直到几个听到叫喊声的警察赶到，才弄清了实际情况。原来啊，毕丽梅没死，只见她直挺挺地坐在那里，手舞足蹈地哭喊着。她这副模样啊，让大家感到十分诧异，他们便找来了法医为她做检查。这不查不知道啊，原来这一枪没能打中要害，只是擦着小脑从嘴里射了出来，舌头被子弹震碎了，让她丧失了说话的能力，才有了开头的一幕。与此同时，毕丽梅的家属也向法院求情，希望能放毕丽梅一马。他们觉得这枪决已经是行过了，就算赎罪了，而且这没死就是天意。但受害者的家属啊，立马就不干了，这不判死刑怎么对得起他们枉死的儿子呢？就在双方还在激烈争吵的时候，收到消息的法院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立马开会讨论。虽说枪毙2次那是闻所未闻，但鉴于毕丽梅之前所作所为太过恶劣，影响极坏，法院觉得不能让这种人活下去，于是决定按照流程进行2次枪决。在外等候多时的法警收到消息，便立刻进去补了枪。这位22岁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到底做了什么穷凶极恶的事情，居然让法院做出枪决2次的决定呢？其实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啊，与她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啊息息相关。毕丽梅出生于1983年的黑龙江省，由于家在农村，自小呢家庭条件啊就不大好，为了改善生活啊，父母只好外出务工。就这样，她从小被没文化的爷爷奶奶拉扯带大。正是因为父母常年不在家，毕丽梅从小就自由散漫，一直都不喜欢学习，成绩在学校里啊一直都是倒数。又因为家里贫穷，所以毕丽梅从来没什么新衣服用来好好打扮自己。作为一个女孩子，看到同龄人都穿着好看的衣服，而自己呢年复一年的只能穿旧衣服，同时还要被同学嘲笑，这给毕丽梅留下了很深的童年阴影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毕丽梅初中。这个时候，毕丽梅的在外打工的父母终于在城市稳住了脚跟，看到毕丽梅成绩这么糟糕，便决心把她接到城里来接受更好的教育。但是毕丽梅此时已经定型了，无论是性格还是学习，小时候的底子没打好，学习肯定是跟不上。
就更加的学不进去了。由于小时候啊，他很羡慕别人打扮的好看，于是他就把多余的精力都放在了穿着打扮上面。他的父母为了补偿小时候没有陪伴他，就一直宠着他，给他钱买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和衣服，任由他自己野蛮生长。可是父母不知道，如今做的一切都为毕丽梅的将来埋下了祸根。转眼间啊，毕丽梅就要到高中毕业了。自从搬到城市以后，好吃好喝的都少不了，人也长得愈发的娇媚起来。再加上她在打扮上的天赋，已经成了学校里面公认的校花。但毕业时因为成绩太过糟糕，不能上大学，于是她的父母准备让她学个一技之长，为以后做打算。经过毕丽梅的同意后，他们把毕丽梅送去学美容美发。凭借着兴趣和天赋，毕丽梅很快就出师了，在父母的资助下开了一家理发店。因为啊技术好，人又娇媚，来店里的男人啊络绎不绝，不少人都对她展开了追求。许多人在追求的过程中送了不少东西，因此毕丽梅也很喜欢这些追求者的周旋。在这些追求者当中，只有一个人被看上了，这个人叫做蒋来义，有一张帅气的脸庞，有颜值又有学历，很快到了适婚年龄了，在毕丽梅看来简直是完美的对象。于是啊，俊男靓女，干柴烈火，两个人呢很快就确定了恋情关系。实际上啊，蒋来义的家庭非常的一般，虽然很舍得对毕丽梅花钱，但总的花费却不是很多。起初毕丽梅并不怎么在乎，但是随着蒋来义的毕业，没能拿到一份满意的工作，甚至工资都没有毕丽梅的收入高。自小缺钱的毕丽梅对此就缺乏安全感，于是开始对蒋来义颇有微词。在两人关系出现危机的时候，一个富二代金万元出现在毕丽梅的视野里，直接成为了毕丽梅犯罪的导火索。金万元虽然长相不好看，但是出手却极其阔绰，经常送毕丽梅高昂的奢侈品来哄她。毕丽梅也确实吃这一套。这么多年来，毕丽梅变得愈发的虚荣，经常把许多钱拿来买高档的奢侈品装扮自己，这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撑。她原本将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蒋来义的身上，但蒋来义啊却一点都不争气。金万元的出现让她重新看到了希望。在金万元金钱的攻势下，毕丽梅很快就沦陷了，两个人的关系也迅速的发展。但毕丽梅却没有马上和蒋来义分手，她和蒋来义相处了很多年，非常了解蒋来义的秉性，如果突然分手肯定会引起他的不满，说不定到时候会来店里大闹一番，到时候少了生意不说，还会影响到他和金万元迅速发展的关系。于是毕丽梅便准备慢慢来，打算找个合适的契机再分手。可是事与愿违，因为毕丽梅对蒋来义的不断冷淡，蒋来义便频频来理发店找毕丽梅，希望和以前一样好。很快在这个过程中，蒋来义发现了毕丽梅脚踏两只船的行为，便质问毕丽梅是怎么回事。毕丽梅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，再瞒下去情况只会更加影响她和金万元的感情发展。这个时候她要做出取舍了，于是她便向蒋来义提出了分手。果然不出毕丽梅所料，谈了好几年的蒋来义怎么甘心就这么结束呢？因此啊，经常来纠缠毕丽梅，这给毕丽梅和金万元的交往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毕丽梅不堪其扰，这样下去怎么行呢？于是毕丽梅思来想去，最终敲定了解决方案。正是这个决定断送了她的性命。年仅22岁的毕丽梅虽然长得漂亮，但为了过上奢靡的生活，她的心态已经扭曲了，心肠也变得异常狠毒。为了傍上富二代啊，她开始不择手段，更是计划谋害相处了好几年的男友，为此还制定了周密的计划。这一天啊，她用甜言蜜语把蒋来义约了出来。急于重归于好的蒋来义啊，没有犹豫就答应了。见面后呢，他就软在了蒋来义的怀抱里，痛哭了起来，向蒋来义哭诉自己的不容易。这娇滴滴的模样把蒋来义的心都哭化了，他便连连安慰毕丽梅。毕丽梅看到蒋来义软了心，顺势提出想去爬爬山，希望他可以陪自己散散心。这不是好机会吗？恋爱脑蒋来义又一次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蒋来义天真的以为啊，自己苦苦的坚持终于换来了心爱之人的回头。这一路上啊，毕丽梅专挑难走的路，去的地方都特别的偏僻，一点手机信号都没有，这让蒋来义感到古怪。
在碍于毕丽梅一直在诉苦，他倒也没有说些什么。很快蒋来义的体力就不行了，由于匆忙来爬山，也没有带水，他感到口干舌燥。毕丽梅也发觉时机到了，她从包里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可乐，说是要给蒋来义解渴。口干舌燥的蒋来义经历了一路上的亲密相处，再加上精心打扮的毕丽梅，看着她姣好的面容，蒋来义丝毫没了防备，便一口喝了下去。与此同时，一旁看着的毕丽梅也把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她看到蒋来义喝完可乐后，才稍稍松了一口气，对蒋来义的眼神就逐渐的冷漠了下来。蒋来义对毕丽梅的举动感到奇怪，就在他想不明白时，他的肚子开始不舒服，呼吸也变得困难。想到刚刚发生的一切，蒋来义才发觉被下了药。他的脸上满脸的不可思议，嘴里嘶哑着说为什么，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毕丽梅冷漠地离开。到死的时候，蒋来义都没能想明白为什么要害死他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对于毕丽梅来说，断人钱财如夺人性命，挡在他荣华富贵路上的所有绊脚石都要被他搬开。就这样，前一秒还如胶似漆的两个人，后一秒其中一个就变成了一具尸体。虽然毕丽梅手脚很麻利，心也够狠，但杀人可不是一件什么轻松的事情。自从回到家后，她就一直提心吊胆的，理发店也停业了，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。由于这几天的担惊受怕，她都想好了怎么跑路，但这几天却风平浪静，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她想到以后的富足生活，毕丽梅这才放下了担忧。可上天却不打算放过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，没让她做几天美梦，她就听说有人在山上发现了一具尸体。经过打听，发现的尸体正是蒋来义的。这可把毕丽梅吓坏了，立马找到金万元，从他手里骗取了几万元，准备留着跑路用。可是警方这次抓捕却远超了平时的速度，案发的第2天，警察就逮捕了毕丽梅。他怎么也没想到是被自己给出卖了。那天他和蒋来义去爬山的时候，遇到几个路人，被毕丽梅的容貌给惊艳到了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所以便记住了。再加上这几天毕丽梅的怪异举动和蒋来义死亡的时间高度重合，于是很快就被列为重大嫌疑人。毕丽梅到头来也没想到自己居然毁在了自己的容貌上。被抓到的毕丽梅很快就袒露了自己的罪行。根据刑法第232条，犯故意杀人被判死刑。听到死刑判决的毕丽梅自然懊悔不已，但事已至此，无论如何都已经于事无补了。对于毕丽梅而言，小时候非常的缺钱，总是羡慕别人，因此长大后便极度的渴望金钱。这种渴望已经远超了普通人，再加上后面父母的纵容，没有把她及时的拉回正轨。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毕丽梅，终于在一次次的奢靡中丧失了自我，让自己成为了金钱的奴隶，真是可悲可叹呐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今天的酒馆要打烊了。记住，我是孙二娘，记得回来找我哟。